本鹰爪功乃少林正宗大圣门真传，由嵩山少林武僧智远和尚传于冯少臣，冯少臣传徐渭三。徐渭三是浙江著名的擒拿大师，在南方武林中颇负盛名。少林大圣门是少林武功四大门之一，四大门即大圣门、罗汉门、二郎门、韦陀门。提坛功，先用一小口之坛，约重数斤者，此须是练者之原有止境而定，不可固之。如练者鹰爪之力本可以提10斤之物者，则用10斤以下之坛，此指入手出世而言。所谓重约数斤者，即以此也。以鹰爪扣于坛口之颈，向上提起，图5-1到图5-3。初时必觉甚为费力，提起片刻，急需放下，不能耐久。练习日久之后，此种困难必逐渐减小，终至于完全不觉，以指提坛，宛若实践。即历时甚久，亦不觉其苦。至此，则于坛中加铁屑2-3斤，再依法炼之，立若干时之后，时间亦无一定，大概炼制不觉其苦，而能持久不坠为止。此则在炼之时勤惰而定矣。再加2-3斤，如此逐渐增加，苦练不已，由数斤而数10斤，至能以鹰爪之力而提取50斤之坛，轻如拈羽，历久而不觉其苦，则功造大成矣。以指着人身，必可使人折服而无能与抗矣。唯此功夫须由剑而入，不可越列。每次加铁屑，至多不得过3斤。若以贪功之故而多加重量，非但不能猛进，反而减少其进步，而兴欲速则不达之叹。故练功不在于重量增加之速，而在于平时练习时间之长短。大约每日分晨曦2度练习，每一度以练习1个时辰为限。如此勤行不怠，进步自能神速。若急躁而求功，其结果适得其反，绝无良好之成绩。此项功夫自始至终，大约3年之内可以成就。其法既简便易行，成功亦不致过分迟缓。故练习止功者多从事于此，良非无故也。石鼻气功，石鼻气功夫之练法与提坛相仿，为练功之具略异，而之入手之初较为艰难耳。因坛口有边缘可以接近，而石鼻气则无边缘可接近也。以青石制成，倒置之圆锥形，略如水果中鼻气状，其重量亦无一定，大约在入手之初，用20斤者为多，不可再重矣。图5-4。此法与前法稍异者，并不见此递加。此法入手即练较原有指力1倍以上之物，以后加重，亦以1倍为宜。广阔之处在下，而锐端则向上。练者以鹰爪紧紧扣住其锐端相近之处，用力上提。图5-5、图5-6。在入手之初，以数斤之指力，而提此时数斤之石鼻气，欲其应手离地而起，势必不能。但明知其不能，而必依法勤加练习，以冀其能有提起之日耳。大约半年之后，即可离地矣。为离的提起，以其上无边缘可以接近，青石又为极滑之物，功夫未到，绝不能悬空持久。提起即落，亦是所必然之事也。再加工苦练，功夫既达，自能逐渐持久矣。练至时，鼻气可以应手而起，不觉沉滞，能力一吹10许之久，则第一步功夫成矣。如入手时所练之石鼻气，重量为20斤者，至此即亦为40斤之石鼻气。依前法而勤练之，待功夫既深之后，此40斤之石鼻气亦能应手而起，轻如石芥。纵历久而不觉其沉滞欲坠者，则功造大成矣。试思以鹰爪手提一毫无借劲又极平滑之石鼻气，可以历久不坠，其力之巨，已可想见。若用以拿人，若非铁石所铸之身，势必不可当此鹰爪也。此项功夫较诸前一项尤为厉害，因练时纯凭指端之实力，无可假借，非功夫到家，绝不能应手而起。非若提坛之有坛口边缘之可借近也。故比纵只提50斤之坛，犹不若此能提40斤石鼻气之力为巨也。为此法在入手时较为艰苦耳。拔桩功，其法以5尺长，周围6-7寸之尖木一株，定入土中，大约定入土中约3尺，于2尺露出地面。于桩旁之4周，更用砖石注入土中，务使结实，而桩不能移动分毫。亦正如建屋之筑基础，如不用砖石，则用同样之桩，约长3尺者，依本桩之4周，密排而定入之，全没入土为度，排列既密，桩当自紧。总而言之，凡可以使原桩坚牢，不易有丝毫摇动者，其法皆可用。初不限于砖石柱石与排桩紧密2法也。将桩定牢之后，练者立其旁，以鹰爪扣住桩之上端，用力提拔。似欲将桩拔起者，图5-7、图5-8。至指力不胜时，即稍休息，然后续行。或两手交互而行之，每日分晨曦2次练习，每次以1个时辰为度。此外，如遇闲暇时，多行几次尤佳。提拔之时，须用直劲向上，不可向旁扭拔。在入手之初，正如俗语所谓蜻蜓撼石柱，绝难移动分毫。然每日勤行，指力逐渐增加至功夫到家之后，亦必有应手拔起之日也。如此朝暮练习，1年之后，其桩必能缓缓拔起，由分毫而迎寸，由寸而逐渐递加。
以至于能将全桩拔起，则指力亦已不弱。如欲更进一步者，则可于树木之上行之，则一株周围约6、7寸之树，以鹰爪纵横侧紧紧扣住，用力向上提拔，右手扣时则反式。图5-9。初时树仅能微微动摇，绝不能使其根出土，因树根分歧杂出，扎于土中，极为坚牢。较诸人工所定之木桩，其反抗之力量，故不可同日而语，故不易使之出地也。加工苦练，勤行不怠，日久之后，功夫既深，自能逐渐将树连根拔起。然为时非3年不可。练至能一举手间而拔连根之术，其指劲之大，足以惊人，着于人身及不在关节等处，以足制敌，故不必再安擒拿之法也。若练擒拿法者，以巧劲制人，指功故不可不练。然练至能将木桩拔起者，亦已足矣，正不必多费光阴而至此绝境也。